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讀下書喎，咁啊趁暑假讀呢本書啦，就係李怡嘅《失敗者回憶錄》。呢一個咧，雖然李怡係一個香港人，但係咧佢就喺台灣度過身嘅。咁而佢嘅作品咧喺台灣度出版，竟然係成為台灣人台灣書展其中一本熱門嘅作品嚟。咁呢個都不可不讀啦。點解咧？因為佢同台灣關係當然都好深啦。李怡《失敗者回憶錄》，我對佢嘅研究咧就由2018年開始啦。2018年咧我就發表咗一篇論文，就叫做《何炳棣與中研院斷交考》，裏邊有一大嘅篇幅咧就係討論何炳棣喺70年代喺李怡創辦嘅一本雜誌叫《70年代》裏邊咧發表過多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講到咧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嘅偉大成就。咁咧何炳棣咧作為芝加哥大學嘅教授，而且咧喺美國咧首屈一指嘅學者，喺美國華人裏邊嘅領袖，但係咧佢竟然係率團去中國，係讚揚喺文化大革命時期嘅中國咧係取得人類前所未有偉大嘅成就啊！而佢發表嘅文章正正係李怡編輯、李怡創辦嘅70年代呢個雜誌裏邊。咁所以我對李怡嘅研究就由嗰陣時開始關注啦。咁我最近咧就係深入就睇咗佢嘅回憶錄，佢回憶錄咧就未寫完嘅。李怡一生咧就係有幾個轉折，因為咧佢屋企人咧係同共產黨有非常之深厚嘅關係。佢嘅姑姐即係佢爸爸嘅妹妹啊，就係同江青係好朋友嚟嘅。佢屋企人咧就本身咧同電影世家有關係，佢阿叔啊佢爸爸都係同電影有關。咁而佢阿爺咧就係喺美國生活嘅華僑，儲咗大筆錢之後咧，翻去娶咗老婆，咁生咗佢爸爸同埋啲兄弟姊妹。咁咧喺呢個嘅佢姑姐喺上海咧從事電影文藝工作嘅時期，就係認識到江青喎，同江青一齊投奔延安，加入咗中國共產黨。喺延安裏邊咧就成為咗老黨員啦，所謂嘅紅一代。就最早咧就係由井岡山，後來由延安開始。咁所以咧，佢姑姐咧係直接同江青有深厚嘅情誼，係一齊共赴延安嘅喎。咁所以咧，同毛澤東咧亦都有好深厚嘅關係啦。經常同毛澤東、江青等人咧一齊打麻雀嘅。咁所以咧喺中共建政之後咧，都做到咧係呢個嘅婦聯啊，國際婦聯嘅副部長級㗎。咁啊官位都並不低。咁啊由此可見咧，佢屋企人咧係非常之即係深咗啦。咁而佢太太咧，佢娶咗個太太，佢太太咧亦都係喺香港省港大罷工時期，佢嘅爸爸咧就參與省港大罷工，即係李怡嘅外父係建青嘅。咁所以咧兩公婆都係又紅又專出身嘅。太太嘅父親嘅外父就係省港大罷工嘅海員工人嘅領袖，而佢父親兄弟姊妹咧亦都係共產黨嘅即係核心成員，係紅一代。咁所以李怡咧就係由細至大咧都係受共產主義嘅薰陶啦，所以加入咗呢個嘅大公報，後來創辦咗咧親共嘅雜誌，就係70年代，直至到後來文化大革命結束啦，佢先至有一個巨大嘅轉變，就喺80年代嘅時期咧，就由親共就變為親台啊，就將呢個嘅70年代雜誌就改組變成90年代嘅雜誌喎。咁又訪問咗呢個嘅徐復觀教授，徐復觀教授咧就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反共鬥士嚟噶嘛，就因為咁咧同共產主義陣營咧就決裂，所以李怡一生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奇妙嘅人物嚟。咁後來咧就係加入咗蘋果日報啦，咁變成咗一個黎智英旗下最得力嘅一個寫手。咁所以佢嘅一生咧可以話係香港史嘅一個縮影嚟，亦都係中國近代史、海外華人史。台灣史一個縮影，因為點解咧？譬如話雷震，大家知道啦，雷震就係呢個嘅自由中國胡適嘅好朋友。咁後來咧就因為得罪咗蔣介石，就係祝賀咧蔣介石咧要大壽，希望蔣介石早日退休，而被拉咗煽動顛覆咯。咁結果坐一個好長嘅監。後來咧佢放翻出嚟，蔣介石當時已經死咗啦。咁佢放翻出嚟嘅時候咧，佢就寫咗個回憶錄，就係寫我的母親。結果就喺台灣咧被查封喎，連埋出版社嘅老闆都被拉咗，所以咧佢雷震就係萬山不許一溪奔，就想辦法咧就將嗰個手稿帶到去香港揾朋友，就託咗俾李怡，喺李怡嘅雜誌70年代裏邊咧發表，所以咧後來咧
啲台灣人咧又喺香港偷運70年代嘅雜誌翻去台灣，成為呢個蔣經國戒嚴時期咧黨外雜誌一個好重要嘅啟蒙讀物嚟喎。咁所以李怡對香港史、對台灣史、對大陸、對海外華人咧有一個好大嘅作用。我研究70年代嘅時候，仲揾到一啲資料，周恩來咧係有閱讀70年代，而且高度評價70年代，因為咧70年代同大公報、文匯報唔同。大公報、文匯報咧，完完全全係黨嘅喉舌，而李怡創辦嘅70年代咧，係低調地冇咁硬銷呢個嘅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而係用一種軟銷嘅方法，就介紹下國際嘅形勢講到國際形勢咧，呢個資本主義嘅不堪、美帝嘅不堪而用呢個方法咧，去團結一啲對當時咧社會不滿嘅一啲年輕人、左傾分子，因為70年代嘅時期，全球都左傾啦。美國自從呢個越戰反戰運動之後，左傾得好犀利喎。美國嘅大學約翰羅爾斯嘅崛起，全面左傾。所以70年代李怡嘅雜誌咧，就係針對住全球左傾。喺香港咧就有保釣運動、保釣風潮呢個中文法定運動，就係呢個吸引年輕人對未來社會有憧憬、有幻想，希望改變體制一種嘅幻想嚟嘅。咁所以李怡咧嘅雜誌咧，連周恩來都非常之重視。咁但係咧，我睇完李怡嘅回憶錄之後咧，我就深深明白到一點喎。因為李怡咧雖然係又紅又專，但係嗰個年代又紅又專被打倒嘅人就係無數人啦。包括邊個啊？包括鄧小平咪被打倒咯。鄧樸方鄧小平個仔就要即係千里迢迢即係跛咗隻腳都要咧想辦法咧係入到北京揾周恩來庇護喎。喂！你又紅又專如劉少奇、鄧小平都如是啦，何況李怡？李怡咧嗰個背景，因為當時咧佢就喺香港工作，一直喺香港文匯報工作，咁然後喺大公報工作，然後咧就要創辦呢個嘅70年代雜誌。70年代雜誌裏邊嘅寫手咧，其實都係最紅最專嘅人物嚟嘅，包括有咩人咧？包括咧就係有呢位仁兄呢位咧就係曹企雲。曹企雲咧係大公報嘅副總編輯，咁佢非常之厲害啦。咁佢當時就幫70年代咧翻譯好多文章嘅，因為頭先所講70年代咧就要介紹外國譬如話介紹呢個嘅楊振寧，楊振寧就係第一批啦，同何炳棣一齊翻中國訪問嘅美國學者嚟噶嘛。佢就要咧翻譯翻呢個楊振寧何炳棣喺美國宣傳共產中國嘅一啲嘅文章咯。呢個就係曹企雲啦。曹企雲咧，大家未必好熟悉佢啦，但係熟悉佢個仔咧，佢個仔就係曹哲，即係今天嘅陶傑咁就係又紅又專嘅。咁呢個咧喺12年嘅時期咧，曹企雲咧幫大公報咧都仲有做訪問嘅110週年嘅訪問咁我話咧，當年咧局勢緊張，大公報文人論政呢個曹企雲咧由南京移居到香港，剛嚟香港嘅時候咧，有人介紹佢睇其他報紙，但係大公報復刊不夠好需要人，便選擇咗大公報，一做就係46年啦。佢喺大公報度46年咁犀利嘅喎，佢同佢太太咧都係太太曹太太常婷婷都係杭州人嚟嘅，考入咗呢個新晚報做校對，自此之後咧退休都冇離開過大公報，即係佢兩公婆咧都係大公報即係做咗大半生人嘅。尤其是咧就幫70年代公餘時期就幫70年代咧係做一啲翻譯。另外咧70年代仲有專欄作家喎，仲有梁羽生，梁羽生都喺70年代度寫專欄喎。咁仲有羅夫啦，呢啲共產主義陣營裏邊咧喺香港最活躍嘅文人都喺70年代。所以由此可見70年代呢本雜誌咧，雖然咧表面上係由華僑愛國華僑上海書局咧係資助嘅，但係實際上咧佢就係得到北京得到呢個中央以及香港嘅黨支部咧就大力支持底下先能夠發展到出嚟，都係咁但係都受到批鬥喎。因為咧李怡咧兩公婆就好有趣嘅，佢太太咧即係李太咧即係梁夫人咁又係頭先講過啦，係最紅嘅世家出嚟噶嘛，所以咧佢就係唔甘心做呢個嘅海外華人喎，唔甘心咧流亡嚟香港。咁但係咧李怡咧就嚟到香港度發展嘛，喺大公報同埋70年代度發展嘛，所以佢結咗婚好多年噶兩公婆，生咗個9歲嘅女兒，但係個太太仍然咧喺深圳度咧做教書做老師。最初咧就喺呢個寶安度做，後來咧就調派咗深圳度。咁李怡咧就喺香港度翻工嘅，個定期咧就上去
即係喺文革時期咧，佢都係維持呢段中港婚姻，就係定期每一個星期啊、一兩個星期啊，就會上去咧深圳度咧探女兒、探太太嘅喎。當時係1960幾年同70年代嘅時期都如是。咁但係咧遇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咧就發生咗一件即係好可怕嘅事情啦。就係因為大家知道咧，共產黨有個特點就係要做階級定性。當時咧有紅頭文件批咗落嚟全國，尤其是深圳嗰啲學校裏邊，就話香港返大陸嘅人裏邊咧，有70%都係特務分子。咁啊，而呢個嘅梁夫人啊，個丈夫李儀就係香港度返工噶嘛，喺香港度搞雜誌啊嘛，咁佢經常要往返深圳喎，咁佢咪有可能70%嘅機會係特務分子咯。所以咧，佢喺呢個嘅70年代嘅時期咧，有一次返深圳，結果咧就受到刁難，結果佢同佢太太都受到刁難啊！而即係佢一返到去咧，根據呢本書嘅第3章裏邊咧，就係俾人哋海關關員就問啦：你深圳做乜嘢？佢話係睇我嘅愛人同埋小孩，外人同小孩啊，即係大陸人咧都興外人。我最近咧，我細女嘅學校咧都有個內地人啊嘛，佢係嚟自山東嘅，太太係嚟自北京嘅。佢哋問起我咧，我哋講普通話啦。然後問起我最近家庭嘅狀況咧，我都突然間爆一句喎，我話我老婆喺屋企，我又講我愛人現在在家佢突然間你愛人對，我愛人他在家，今天未來咁我就咁同佢講啦，我就因為我以前喺大陸生活咧，我係同佢哋啲老師咧、老前輩傾開偈咧，佢哋都講愛人噶嘛同志愛人啊，咁所以我都有受到一啲影響喎。佢話我探佢小孩嘅，但係結果咧就被刁難啦。就要被即係查問啦，然後咧就要求咧，因為佢喺深圳度就翻香港啊嘛，但係深圳嘅關防人員咧就唔俾佢出關喎，要求佢翻自己嘅祖家祖籍裏邊咧係辦文件，但係佢話佢祖家祖籍係冇晒人噶佢而家一個人都冇啊，佢翻去點辦文件啊？辦唔到文件嘅，咁啊結果咧就被刁難啦。咁啊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嗰個原因係咩咧？佢太太唔想做外流分子。唔想人生有污點，所以咧就維持咗呢一段嘅中港婚姻。後來有一次咧，就係發生嘅事情啦。佢翻去嘅時候咧，佢太太就話今晚唔可以留喺度啦，今晚佢要翻學校瞓。領導咧已經喺門口。咁點解咧？就因為頭先有一個紅頭文件，70%係特務，所以咧佢太太就要被捉翻去查問喎。而佢有2個女喎，喺學校咧係俾同學打，俾即係啲紅小兵係打，因為佢爸爸有可能係特務喎。喂，呢一個又紅又專嘅家庭咧，都遇到呢啲咁難堪嘅事情。咁而當時咧，佢哋即係查問呢個嘅太太嘅領導人學校嘅領導就堅持佢係英國嘅特務，要求佢交代，寫好多文件，就咧要交代，唔單止話佢老公係特務，要指證李儀係特務，仲要求佢咧交代自己係如何泄露國家嘅機密咧，係俾李儀喺香港嘅。但係佢堅決唔認。結果3個月後咧，音訊全無。後來就係形勢有改變啦，佢先收到太太嘅信咧，話而家可以翻去啦，亦都取消咗咧要翻去祖家咧係辦文件嘅一個情況。但係咧，佢太太突然間心意改變咗啦，因為咧太太咧每年寒暑假咧都會去香港住嘅。因為佢太太都係佢爸爸係香港人嚟噶嘛，喺香港搞省港大罷工噶嘛，所以咧佢哋可以自由出入香港嘅。咁但係佢一直咧就每一次去到香港都會翻去深圳，同埋大部分嘅人同大部分內地人咧喺嗰個年代辦咗文件咧，即使話短期嚟香港探親，譬如話余英時教授，余英時教授當時喺燕京大學嘅學生，未畢業嘅，咁就話嚟香港探親探爸爸，佢爸爸咧就嚟咗香港教書，但係結果一嚟到之後咧，就俾佢爸爸咧挽留咗佢。佢當時余英時教授咧都係左傾嘅，嗰個年代好多年輕人都係左傾。就諗住翻去燕京大學喺北京嘅燕京大學讀書，但係佢爸爸就阻攔，然後咧仲介紹佢俾錢穆教授，錢穆教授咧就收佢為新亞書院嘅學生，成為咗新亞書院嘅畢業生，新亞研究所嘅碩士學生，然後最後保送到去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後來就留咗哈佛大學取到博士學位同教授啦。大部分嘅嚟香港嘅內地人都係咁樣，但係佢太太咧。梁夫人就不如是喎，每一次嚟到香港咧都會翻去嘅。個原因咩？佢哋心裏邊咧對國家對黨咧係堅定不移，所以學校嘅領導要求佢供出佢老公係特務，
佢就話佢老公絕對唔會特務，但係學校嘅領導就話有文件顯示有人舉報係黨嘅文件就指出咗你老公嘅特務，你信黨啊定係信你老公？佢太太都要逼不得已咁講，咁如果黨話係佢特務，我就信黨啦。但係你話我係即係協助特務，我老公嘅事我唔知道喎，但係我嘅事我自己清楚，我就絕對冇任何情報泄露過俾佢嘅。咁所以咧喺嗰一次之後咧，佢兩個女咧喺學校又受到欺凌啦，受到其他紅小兵嘅批鬥，太太咧亦都要即係被逼啦關禁幽閉3個月，要去交代文件。所以佢最後咧就係下一次去香港探親嘅時候，就留咗喺香港啦一直。咁但係喺嗰個時候都係70年代1970年左右嘅時期嚟喎，而李怡繼續係幫70年代呢個雜誌係講咗呢個嘅中國故事，講文革嘅故事説好文革故事，説好四人幫故事，説好林彪故事，繼續係講咗10年喎。後來林彪倒台，佢哋又覺得好突然啦，四人幫倒台好突然，但係佢哋唔怕喎，風向一轉啦，佢哋咧由説好林彪變成説好四人幫，説好四人幫變成説好華國鋒，説好華國鋒轉頭變好説好鄧小平故事。佢哋未來嗰10年繼續係幫中共做大外宣，呢個係早期嘅大外宣啦。咁個原因係點解咧？呢個就係明知自己都係被迫害嘅人嚟噶，自己係經歷過被迫害嘅。佢話被迫害嘅時候，佢就揾香港佢一啲黨員嘅上司，咁好明顯嗰幾個人可能就係羅夫啦，羅夫或者係呢個嘅即係陶傑嘅父親啦，揾佢哋嘅幫手。咁但係結果咧冇人去幫佢喎，一聽到話懷疑係特務咧，其他人咧全部係噤若寒蟬。佢就話事後咧，大家好似當冇事發生過咁樣，但係佢心裏邊咧釋懷唔到。點解喺需要幫助嘅時候，佢哋平時講到咁開放、咁開明、咁仁義，但係就無動於衷啦。太太又係學校領導咧，查咗3句，發覺查唔到佢嘅任何有問題嘅嘢出嚟，唯一揾到佢有問題就係書信來往。書信來往咧就係佢老公李怡寫俾太太嘅書信，其中咧就係提到有一啲嘅人物用咗洋名，咁話有洋名喎，咁問佢呢個洋人係咩國籍啊？佢話係中國人，佢個領導就話中國人點會用洋名啊？一定係英國嘅特務當時就係咁樣判斷，但係查咗3句之後咧，都係發覺咧冇實證，最終咧就係放咗佢太太嘅。但係事後咧，佢學校嘅領導好似都係當若無其事喎，繼續如常地發生。李怡咧喺呢本書裏邊話佢當時都有動搖，但係好明顯我認為呢個動搖咧，佢係2021年咧臨終前寫㗎嘛。呢個動搖就並不真確喎，因為佢繼續做大外宣做咗10年。個原因係咩咧？呢本書其實咧喺後邊咧，李怡嘅失敗者回憶錄咧，我睇佢都有略講到嘅。後邊有一章就提到咧，一個美國嘅記者，呢個好出名嘅美國記者啦，就叫做呢個嘅斯諾啊。就係寫咗一個好出名嘅文章嘅，就係呢個紅星照耀太陽啊嘛，呢個喺1971年4月30日嘅時候咧，佢係去第2次就訪問中國，第一次就喺延安時期訪問中國，就寫咗一個著名嘅大外宣，就係紅星閃耀中國。結果咧西方好多人咧就同情呢個嘅中國共產黨啦，支持呢個毛澤東，就認為咧美帝咧支持國民黨係腐朽嘅，進步分子咧就應該支持呢個毛澤東嘅。但係1971年咧，佢再一次去中國，再一次咧同毛澤東咧係訪問，做咗個5小時訪問，一齊喺天安門城牆上邊咧、城樓上邊咧同人打招呼，登上咗《人民日報》嘅封面喎。當時法國嘅記者就稱呼佢做非常有用的白痴，因為呢個斯諾咧，其實咧佢喺延安時期嗰個紅星閃耀中國咧係好受歡迎啊，翻譯咗到中文喺呢個嘅中國大陸咧，受到好多知識分子嘅追捧，認為延安咧係一個好有理想、係好震撼嘅、好有道德嘅一個地方嚟嘅。但係建國之後咧，其實呢本書已經被劈埋咗一邊㗎喇，因為唔需要再統戰啊嘛。而裏邊講到嘅嘢咧，同後來咧50年代以後中共咧所做嘅嘢咧係完全唔同嘅。以前就好平等嘅，毛主席可以同人哋稱兄道弟嘅，可以一齊咧坐喺個窯裏邊咧食煙飲酒嘅。喂，一齊念詩嘅，一齊係捉棋嘅，以後唔會噶咯喎，咁所以咪尷尬咯。本書咧就被棄之如故里噶啦。咁但係1971年咧，佢繼續翻去繼續做大外宣喎，
呢個咪李儀呢一個章節裏邊叫做非常有用的白痴。我認為李儀咧既係寫緊斯諾，亦都係寫緊自己。佢自己一個非常有用嘅白痴。點解何炳棣、點解楊振寧同埋斯諾呢啲美國人啊，都樂此不疲返中國係討好毛澤東啊？因為受到歡迎咯。佢哋喺美國係普通人嚟嘅啫。楊振寧雖然有攞諾貝爾學獎，何炳棣雖然係著名嘅歷史學教授，斯諾雖然係一個唔錯嘅記者，但係都係一般人嚟喎。上到中國咧，就有成千上萬嘅人咧，係對住佢歡呼高呼萬歲喎。呢個嘅何炳棣可以同鄧小平一齊攜手而出同記者訪問喎。呢個美國嘅普通嘅大學教授，即使你學問幾好啊，都冇機會見到尼克遜啦，冇機會見到呢個美國嘅總統啊詹森啊，係咪啊？點會同呢個嘅拜登一齊握住手，查理斯國王拖住你出嚟訪問啊？嚟到中國就可以啦。所以咧，佢哋就係呢種虛榮感啊，呢一種咧俾國家俾呢個嘅黨視之為好有用嘅人，你係突然間咧個心裏邊係飄飄然喎。所以周恩來多次點名提到李儀同埋70年代。喂，一個普通嘅香港文人打壞書生，竟然係獲得國家嘅最高領導第2把交椅嘅周恩來係稱讚喎。喂，咁呢個金融佢哋又係咁樣，鄧小平又好重視金融噶嘛？佢哋呢啲人咪好容易被到統戰咯，係咪啊？仗義每多屠狗輩，百無一用是書生。書生係一生人啊，最希望就係咩？有知遇之恩啊嘛，三顧草廬啊嘛。所以李儀也好，何炳棣也好，楊振寧也好，都有呢種咁嘅心態，三顧草廬啊。鄧小平啊、周恩來、毛澤東對佢嘅器重，令到咧佢哋畢生咧好似覺得咧與有榮焉。覺得咧自己嘅人生價值咧就非常之輝煌啦，所以咧佢明明係被批判批鬥，但係佢願意做一個非常有用的白痴。呢個非常有用的白痴係李儀自己嘅文字嚟噶。咁我睇完呢個回憶錄嘅時候咧，我突然間就明白豁然大悟。我2018年寫何炳棣嗰個文章時期，何炳棣嘅心境應該都係非常之雷同噶。我何炳棣嘅文章咧都引起台灣學者咧嘅重視嘅。咁佢哋好多人咧都引用我嘅文章而且即係清楚解釋到呢個嘅嗰一代嘅知識分子咧，點解由親國民黨、親兩蔣，後來轉去親共，其實就係受到呢個咁嘅禮遇咯。蔣介石咧有冇咁禮遇啲知識分子？都有禮遇錢穆啦，譬如話香港新亞書院校長錢穆去到台灣都得到蔣介石嘅禮遇，但係就冇好似北京咁大規模企喺城樓上邊。哇！無數人喺度嗌毛主席萬歲斯諾萬歲，冇人喎。見到楊振寧毛主席萬歲楊振寧萬歲，冇喎。去到北京就可以喎。咁所以咧呢個千呼萬喚咧，令到好多知識分子動搖，極少人好似余英時咁。余英時咧就係可以入到去咧，係全身而退喎，受到極大嘅禮遇以呢個嘅副團長嘅身份入去。但係卻係能夠保持清醒，翻去咧繼續係寫文章揭露咧喺裏邊咧一啲嘅不堪。余英時教授咧就少數能夠咧喺利益、名譽同埋呢個嘅感情嘅利誘底下咧係可以堅持嘅。呢個可以真係非常之令人敬佩啊！世運俗而莫吾之兮，吾方高馳而不顧。喺流亡海外喂，你話啲美國俾你嘅利益英國俾你有幾多啊？你翻到中國受統戰係咪？獲得一官半職，或者咧係成為咩什麼顧問什麼呢個千人計劃什麼長江學者話獲得嘅禮遇係幾多？呢個係點能夠相提並論啊？所以睇完李儀嘅回憶錄，我就係讀懂咗呢個問題啦咁希望借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你而家睇呢條影片咧，佢首先係一個 YouTube 同埋 Patreon 會員優先嘅影片，優先咗一段時間咧就會喺 YouTube 公開俾大家睇。因為而家咧我就係放假旅途中，所以我嚟緊咧就會錄咗好幾段咧讀書嘅影片，會每隔2-3日咧就上載一段。咁希望咧假期途中咧大家可以聽到我把聲咁我呢幾日咧我就會盡量唔睇手機，唔睇大家嘅留言嘅，但係請大家踴躍留言。我放假後咧都會睇，盡量回答大家嘅問題。多謝大家，拜拜。